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见哈，欢迎来到我的摄影频道 Feel Life。从这次开始呢，我准备把视频同步上传到 B 站以及 YouTube。到时候欢迎大家记得收看哈。然后呢，今天我来接着拍我的一个长焦风光项目，这也不算风光吧，这我想，因为我们前面说过，我们这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。就前面的那个冒着烟的那个钾肥工厂，对，它属于工业建筑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计划，就是用长焦来拍摄这些建筑。今天原想着我要去找几个好的构图，可能挺费劲，就来的比较早一点，但是发现结果一下就找到了，一来就找到了，就很方便。对，我找的这个景呢，就是你看到前面这个栅栏，对，里面就是田嘛。然后中间那个是货场，那个圆形的地方，对，那个是这边的类似于粮仓嘛，农民把那个粮食运到那边，然后火车来了就把它拉走。背后呢就是那个背后就是那个钾肥工厂，以及是有一个他们这边应该是个生物燃料发电站。然后呢这个三个景在一起呢，因为这个近离得比较近。所以呢，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拍不下来。我带了，这次带的设备还是645Z 跟两个，一个是300毫米的镜头，一个是150毫米的镜头。我看看到时候150毫米的镜头能不能拍一个。如果这个景深拉得太长了，我可能会考虑用150毫米焦距的镜头来进行那个焦点，对，景深合成应该叫，对，可以把前面的栅栏跟背景拍下来。不然的话呢，就前面这个就不拍，直接拍后面的，用300毫米的镜头，然后呢拍一个接片。因为我知道这些建筑到了晚上都会亮灯，对，会挺漂亮的。然后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呢，目前是有一点的薄云，然后天气预报会到日落的时候呢，这些薄云都会消散，就变成一个完全彻底晴朗的一个天气，对。然后太阳呢，现在慢慢落下去的时候呢，正好在那个高出来的那些烟囱冒烟的地方背后，所以今天拍照是一个正对着太阳拍的大光比的一个场景，所以我到时候在日落的时候拍一张这个大光比的场景，以及完全天黑之后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拍一张就是天黑之后的照片，主要是拍那个灯光，对。这些建筑其实非常之大，在草原上，在这边特别像我们这么特别荒凉的地方，就显得其实非常雄伟的，所以说也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这是我选择它作为我的拍摄目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吧。然后今天对进来的早一点，就那个什么了嘛，就也有充分的时间，对吧？反正我拍照还是老习惯，我先来下试拍一下。就是说前面先准备好我刚才说的2个方案的构图以及拍摄方法，看看就是怎么样。对，我同样也带了 ND 镜，看看到时候能不能使用到。如果有云的话，我还想用那个 ND 镜拍一拍的。然后它不是冒烟的嘛，如果用 ND 镜看能长时间曝光，有可能的话试一下超长时间曝光，看看怎么样。对。所以说，我们先来试拍一下吧，找那构图的，验证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构图的合理性。先把相机架上，今天还是用了这个稳定轨道。对，这个因为外面还是有风，用了这个呢，相对的话比较稳定一点。先把相机调水平。我来先试拍一下，这个角度感觉对还可以，还不错，比想象的要好。但是这个我现在加了1.4倍的增距镜，可能会我看接片能拍上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。如果拍接片的话，有5张，可能稍稍有点长。对，我给你从这边开始，
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、6张，得列上7张了呀。所以说这个距离有点近，但是，这个焦段可以把1.4倍的去掉，对，可能会更好一点，看着比较舒服一点。但这个透视还是非常舒服的，这个透视感呢，还是比较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。用长焦拍风光啊，你比如说拍街片的话，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认真的去想过那个关于相机的画幅啊？你比如说，我这个是4433的画幅，对吧？你大概是如果是8×10的画幅的是多少分之一啊？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数据是几倍哈，但是你可以这么想一想。我如果300毫米的镜头放在8×10上面，8×10上面，可能只是一个标准镜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但是，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你用，小画幅去赚到长焦，其实赚不到长焦，那透视是一样的。所有的像这个透视都是跟镜头的焦距有关系。你300毫米的透视，你不管是放到多大画幅，3/4画幅，1寸底，甚至8×10的画幅上面，它其实的透视关系是一模一样的。只不过是大小不一样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比如说拿这个4:3来拍一张，拍街片的话，啪，我一连拍个，比如说4张，对吧？5张，把它接起来的话，就类似于617画幅的那个感觉，对吧？你617画幅用300毫米，它其实那个纵深感已经是非常之强了。对，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感觉。所以长焦拍这种街片的话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近视，那45路近视等于你拍大画幅吧。今天可能风有点大，可能录音效果会不太好。今天可能风比较大，录音效果不好。到时候我可能回去，我到车里再录一点讲解部分了。风太大了，我们反正现在先试拍，看一下现在这个场景。到时候从这边开始接片，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、6张、7张，可能需要7张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。刚才已经用那个300毫米的焦段跟1.4倍的增距镜分别拍了一组街片，后来我感觉还是用300毫米的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现在把那个增倍镜给去掉了。对，哇，今天风好大。感觉这个视角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它正好就是前景、中景都在。然后，如果它灯光亮起来的时候，整个那种超长的这种透视，然后又是街片那种宽幅的感觉，就给人一种比较震撼的感觉吧。现在等到太阳快落下来的时候，我前面刚刚用了300毫米带那个增距镜，以及300毫米不带增距镜，分别拍了一组街片，发现不带增距镜的效果会更好一点，所以把增距镜给去掉了。我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光线。对，因为
如果还有太阳的在里面的话，光线会太强。我想等到太阳落下去那一会儿再拍，这样的话光比稍微小一点，是不是可能会好一点？现在这边太阳快落下去了，我先拍一张看看。对，这个取景器里面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要快速的拍一张截片，看一下啊，对好焦。我光圈放到 f18，现在1/20秒，应该可以。第一张，现在是黄色霞光，没有打红，是黄色的，橙色的太阳。今天风特别大，可能录音效果会不太好。现在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，可能就是效果不好。我就先试拍一张吧，看看效果。对，感觉应该是还得等它落下去一点。拍截片还是老规矩，手动曝光，手动白平衡。我白平衡放到日光白平衡，然后手动对焦。光圈现在测试的，一般我们接片的时候还是要对最亮的地方测光，不然的话你接过来的时候它就过曝了。我现在是 f18，我先对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最亮的地方测一下光，有点过曝，2档曝光吧，对，差不多。等它完全落下去，现在光比还是太强，即便是数码相机，你也是很难把这个有这么超高的宽容度的，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。今天其实非常冷，温度不低，大概在0度左右，但是这个体感温度因为风非常大，体感温度就会降到零下15度。在这种天气的话，你一定要穿非常防风的衣服跟裤子，就会因为你拍照的时候长时间待着不动吧，很容易这个温度不太容易冻伤，但是也会让你非常非常不舒服。拍照像这种地方，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还有一个4、5分钟，落下去之后拍一张，然后等到灯光全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天黑的时候再拍一张。所谓的黄金时间拍一张，然后夜景时候拍一张，感觉会拍到大片的感觉，不知道会不会。如果拍不到也无所谓。我的态度，我一般比较随缘吧。拍摄的过程很重要，结果当然也很重要，但是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今天这个拍照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其实技术都不难，关键就是找到点。对，很多其实风光摄影，我今天这种东西算是主动创作吧，因为我脑子里有这样的一个画面，然后我在地图上找到这样的一个构图，脑子里这种画面其实非常重要的。这种画面一旦出现，你的这个片的成功率已经成功了一半了，你就现场来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当然，你要等到合适的天气，运用合适的技法来表现你的这个主题。很多大家看很多那种风光摄影，你会觉得哎呀，你也能拍，对吧？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就很多的这种因素夹在一起，才能就是说，你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讲，你要一项项的逐步去完成，才能拍到
这样的一个照片，而且这种照片有时候看起来人家就会觉得很简单，但其实你从策划到找点，再到实际现场，拍摄，以及包括你这个等候天气啊这些东西，包括还跟你的生活相关，对吧？你得处理你的生活上，有的时候有好天气，你也并不一定能有时间来拍，对吧？有多种因素你全部解决之后，才能来到这个地方来拍下一张大家看起来很简单的照片。对，这可能就是风光摄影的意义吧。所以我们一般也不太，我一般很少去说别人的照片，哎呀，这很简单。对，每一张照片背后都付出了你所不知道的艰辛嘛。先，因为光线又变化了，我先测一下光，大概在 F8、F9 1/10秒，最亮的地方也可以。赶紧拍，这拍完了，感觉光线还不错的。也加大了，我刚才反正就是不停的在拍借片，然后呢，因为风太大了，我估计这个照片都会是糊的，所以说可能不会拍得很清晰。不过这个光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我重点就是说，把那个因为它右边正好有一点红的云，我就拍的，尽可能右边也拍了几张借片看看。然后整个把它接起来的话，照片会非常狭长，分了2步拍了右边部分的借片跟左边部分的借片，然后呢拍一张整体的这非常狭长的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是我预计，我估计这个风应该风非常非常大。很大概率的是糊掉了，我检查了一下糊了，然后呢，我把光圈放到很小 f8 放到400来进行拍摄，勉勉强强能拍到一点结实的影像。然后现在马上就是灯光效果就会慢慢再起来，我再拍一下，因为这个风实在太大，效果都不好。然后我就待会我就自己在这边拍，然后。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也就到这边吧，我回去看一下，把那个照片处理一下，然后大家来欣赏一下，看看今天拍的怎么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感觉就是这个角度是非常好的。等点天如果这个没有这么大风了，来拍应该还会很不错。我预计就是日落之后，就是灯光起来的效果会比之前的那个效果好，比有阳光的时候会好很多。因为这个灯光分布还是挺漂亮的。对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Some